Hello，骚棒们，今天咱们来看一部直接把我 CPU 干烧了的神剧。开局我的妈，简直是竟将 YY 网文照进了现实。男主萧怀瑾，一个将军府的少将军，被人诬陷贪污军粮，马上要进大牢了。他爹这个老将军心那叫一个大啊！他关心的不是案子，而是啥子？是老萧家不能绝后。他直接大手一挥，搞了个大型选妃现场，说谁能怀上我儿子的种，谁就是未来的女主人。我直接一个好家伙，这思路清奇的，我怀疑他年轻时是不是专门负责给皇家配种的。为了保证 KPI 100%完成，老将军更骚的操作来了，他竟然在给儿子的送行酒里下了药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这真是亲爹啊，生怕儿子在牢里寂寞，强行给他安排团建活动。咱们的男主萧怀瑾呢，也是个正人君子，把老爹安排的姑娘全赶了出去，但架不住药效太猛，直接就原地 emo 了。就在这时，我们的女主一个来赵玉给自家老爹送饭的倒霉蛋，被狱卒当成团建女嘉宾给拽进了男主的牢房。接下来嘛，就是一段不可描述的剧情，懂的都懂。第二天，男主醒来，看着一片狼藉，正要发作，突然闻到了一股饭香。他拿起女主落下的锅巴饭，就是一顿炫。吃着吃着，他突然就绷不住了，不是因为好吃，而是他破案了。你敢信吗？他发现这锅巴饭用的是陈米，而栽赃他的军粮却是新米。我哭死！古有包青天靠狗头铡断案，今有我萧将军靠一碗锅巴饭洗刷冤屈。强烈建议纳入刑侦学教材，堪称舌尖上的悬案。就这么离谱的，男主洗清了冤屈，但他心里多了一个执念，找到那个让他吃了上顿想下顿，哦不，那个和他有肌肤之亲的女人，要娶她当少将军夫人。画面一转，8年过去了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8年。女主带着一对龙凤胎儿女在西北边境开了个面摊，人送外号汤饼西施。她为啥来这呢？因为她儿子小虎得了重怪病，医生说要根治，必须找到亲爹，问问祖上有没有这遗传病史，不然活不过20岁。我的妈，这病也太智能了，仿佛一个行走的 GPS， 精准的给男女主重逢创造了不可抗拒的理由。而且这俩娃的特征绝了，哥哥小虎是卷毛加一瞳，妹妹小鱼眉眼酷似男主他妈。这哪是孩子啊，这简直是行走的亲子鉴定报告。果不其然，男主现在已经是大将军了。某天溜达到女主的摊子前，他吃了一口汤圆，瞬间瞳孔地震，这味道怎么和8年前那个女人做出的饭那么香？然后他开始试探女主，问她8年前去没去过京城赵玉。女主心里咯噔一下，为了保护孩子，果断撒谎说自己一直在江南学艺。咱们的大将军呢，居然就信了。大哥，卷毛加一瞳，这 DNA 都快给你对脸上了，你搁这儿跟我玩儿，只要我不信，真相就追不上我呢。你这智商是被8年的风沙吹跑了吗？还好咱们有全场最强辅助，男主他爹老将军。这老头一看见俩娃就两眼放光，他看妹妹觉得跟自己老婆年轻时一模一样，看哥哥卷发一瞳，这不就是咱们萧家的限定皮肤吗？老将军的侦探之魂熊熊燃烧，当场就要搞一出古代版 CSI。他故意拿带刺的筷子扎破了孙女的手，然后借着擦拭的机会，试图搞一波滴血认亲的样本采集。这操作我愿称之为神级演技，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人。就在全家都在为认亲这事疯狂拉扯时，标准恶毒女配安乐公主她来了。她带着和男主的婚约千里迢迢来逼婚，男主当然是严词拒绝，说我心里已经有人了，这辈子非他不娶。公主一听，那还得了，下头男我得不到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他立马派人去查，很快就锁定了在军营外风生水起的女主。公主带着人马气势汹汹地杀到面摊，二话不说就给女主扣上勾引军官和异族奸细2顶大帽子。为啥是奸细呢？因为他看到小虎的一瞳，就断定他们是漠北派来的探子，这逻辑堪称逆天。他不仅要抓人，还要当众扒光女主的衣服，搜查所谓的布防图。我的妈，这是缠人家身子想出来的借口吧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机智的妹妹小鱼跑去找男主求救。她3言2语就把赵玉重犯、遗传病、一瞳这些卡了男主8年的关键线索全盘托出。我们的大将军终于 CPU 恢复运转，恍然大悟，他带着人火速赶往现场。那么他能否及时赶到，上演一出英雄救美的好戏呢？看视频的骚棒，把你们的猜测打在弹幕上。